哈喽，骚棒们！今天又是什么绝绝子烂片，让我的精神遭受了749天的折磨？我的妈！开幕雷击，女主角一句圈子里的人都说我爱惨了顾南阳，这股熟悉的外网闻味儿，差点把我直接送走。女主，一个化学女博士林婉欣，在霸总顾南瑶身边当了7年秘书，全公司都晓得她是顾总的终极舔狗。为了他上刀山下火海，刚从鬼门关爬回来，就能面不改色的替他收拾烂摊子，咋回事呢？原来这一切都源于7年前的一场约定。时间倒回7年前，女主和她的未婚夫，也就是霸总的哥哥顾南辰，被困在一个化学泄漏的实验室里。我直接好家伙，这生离死别的桥段堪称烂俗偶像剧的标配。只有一个防毒面具，俩人你推我让，最后南辰把生路留给了女主，临终遗言是啥子呢？不是替我好好活下去，而是我有个弟弟叫顾南瑶，帮我照顾他7年。我特么惊呆了，哥们儿，你这是托孤还是送人头啊？还留下一支7年后自动解锁的录音笔，这叫啥？赛博遗言吗？于是乎，我们的化学女博士为了这个离谱的承诺，放弃了科研前途，摇身一变成了霸总顾南瑶的24小时全天候贴身保姆。面试时，霸总邪魅一笑，说当他的秘书要处理所有麻烦，甚至付出生命。女主一脸坚毅，表示我都可以。我直接地铁老人看手机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这不就是卖身契吗？还是7年期的。7年之期将至，女主递交了辞职信，准备听完录音就去陪她死去的爱人。然而，就在这节骨眼上，终极 BOSS 绿茶苏若薇闪亮登场。这姐妹儿一出场就自带 debuff， 开着车差点把女主撞死，转头就扑进霸总怀里喊南瑶哥哥。她对着女主翻白眼，霸总就让她扣自己1个月工资。我的妈，这操作堪称 PUA 教学典范，强烈建议纳入年度下头男行为大赏。更逆天的还在后头，苏若薇为了证明霸总爱她，整出了一个99道考验。我绷不住了，这是西天取经还是爱情大闯关啊？你觉得自己是观音菩萨吗？第一个考验就是让霸总陪她去参加摩托生死竞速，这名字一听就哈人，摆明了是去送经验的。霸总犹豫了，可我们的女主这个感动中国好秘书，为了不让老板为难，直接一句我替顾总参加。她真的，我哭死。于是，一个文弱的女博士骑上了号称死神赛道上最危险的摩托车。我寻思着，这跟把文科生扔进 Apex 决赛圈有啥子区别？果不其然，女主直接被人撞翻，当场重伤昏迷，血流不止。就在女主被抬上救护车，医生喊着要立刻输血的时候，我们的霸总在干嘛？他抱着女主，嘴里却在喊：你为什么这么蠢？为什么这么爱我？兄弟，你看视频的骚棒在弹幕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脑子有点问题？女主被送到医院，医生说她严重脑震荡，必须住院1个月，否则有生命危险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的绿茶姐苏若薇因为自己脚指甲划破了点皮，也闹着要住院。你猜霸总啷个选的？他把重伤的女主扔在普通病房，自己跑去 VIP 病房伺候那个破了点皮的绿茶。我一口老血喷出来，这已经不是双标了，这是良心被狗吃了啊！护士都看不下去了，疯狂吐槽这顶级恋爱脑老板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不，苏若薇开大了，她提出了第2个考验，让刚从死神手里抢回1条命的女主去2000米高空玩跳伞。我的头快要裂开了，这哪是考验，这分明是想让她去见她死去的未婚夫啊！还没等女主从病床上爬起来，新任务又来了。绿茶姐想要今天刚发售的限量款拉布布玩偶，还要6个。女主这边医药费都交不起了，卡里只剩1000块，被逼的只能买5瓶止痛药硬撑。那边霸总一个电话打过来，让他必须1小时内买到6个限购的娃娃。我真想替女主问一句，老板，我上辈子是刨了你家祖坟吗？最骚的操作来了，霸总嘴上说着他还受着伤，身体却在绿茶的 PUA 下光速屈服。绿茶甚至发出终极考验，只要你承认你爱上他了，我就放过他。霸总陷入了沉默，而女主正拖着重伤的身体在玩具店门口为了那6个破娃娃跟黄牛斗智斗勇。看到这里我已经阴谋了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虐恋情深了，这是纯纯的精神折磨。一个化学博士被折磨成这样，究竟是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承诺，还是编剧的脑子被驴踢了？小伙伴们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弹幕上，我们下期接着吐槽这个离谱的世界。